来讲一下打雷射到底会不会痛？我跟你讲，痛死了。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很怕痛，你更要天天来这里，因为这边根本不会痛。大家好，欢迎来到书界小教室。现在天气慢慢热起来，然后大家就开始想要打雷射。打雷射的目的是为了美白啊！对不起，每次都忘了讲，我是摩羯座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我们今天要找一个美女来跟我们讲，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姑娘，这样。大家好，我是依琳，很开心来上宋医师的节目。据说当时你是想要打雷射嘛？哈，对啊，你为什么会选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这样？因为我以前曾经在其他地方打过3次雷射，那每一次大概2个月会打一次，我就发现说，我的斑退的有点慢，效果没有到那么好。后来我上次看到医院长，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密集打雷射的影片？我就觉得，跟我以前打的很不一样，我就觉得说时间可以很短，然后呢效果看起来也很好。可是，院长，你们这样不行，跟我说不上麻药直接打。我在想说，完蛋了，我一定会痛死。结果女生嘛，爱漂亮，我觉得还是要来打一下，挑战一下。请教院长，我把你那个雷射影片给我朋友看，我朋友说，你也太猛了吧，你不上麻药打另外一个更好笑，院长大人，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是医师，不是巫师，怎么会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你给他的感觉很像沈玉琳大哥。不对，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其实我比较像水果奶奶赵自强。真的吗？对，那个是年代不同啦。不会吧？沈玉琳跟水果奶奶应该同一个年代吧？哪有水果奶奶？我们这种30代的，30岁世代的，你看像我这么帅真的是水果奶奶，我们年轻人会没有听过。真的吗？真的，因为沈玉琳大哥至少大家有看过他的综艺节目吧？没有。好了，沈先生，我们在这里对你保持万分的歉意，就是剽窃了你的产权，那智慧财产权这样。好，来给各位看一下，刚刚怡琳讲说她打了3次雷射的结果了哈。对传统很久的皮肤科医师来说，就是20年前我们才会每2个月打一次，基本上从差不多20年前的静脉雷射开始，大概都差不多1、2个礼拜、1个礼拜或者2、3天打一次。那这个风潮在台湾算是由我引起的，那所以我们一直继续这样的检查哈。那我想问一下怡琳，就是说你在整个这样的治疗过程中，跟以前你打那3次雷射，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我以前打雷射他就是去了，然后医生就是先上麻药，上好之后呢，然后医生再来打。这边不一样这边呢，院长会先拍图，然后拍完图之后呢，看你可不可以打。院长这时候先谢谢你，没有把我赶回家。然后呢，看完图以后呢，院长会再用你的图去判断要怎么打，他就直接打他真的很直接，他叫我去躺在床上，然后把我的眼罩戴上去之后呢，他就直接打了。然后我想说，完蛋，我会不会先痛死啊？我压力球都准备好了，我内心戏演的超多，你知道吗？结果院长打的超级无敌快，我内心戏都还没演完，院长就打完了。这样感觉有一点马虎。真的吗？好，继续，我们等一下再来吐槽。不好意思。然后呢，我那时候第1次打的时候，因为我眼睛旁边这边都有一些老人斑，然后院长就帮我磨皮。那一次真的有痛一点点可是他们有吹那个风我请他们把微风转成龙卷风。这时候要请出周杰伦了。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的，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好吗？把它转成龙卷风。第2天来的时候想说，完蛋了，今天可能又是龙卷风了。没有第2天来的时候呢，微风就好了，还不会痛。以前我们打完雷射，他们就跟你说，这个药膏拿回去擦然后呢，你回去要做保湿要防晒你可以回家了这样。这里不一样之后呢，还会给你做一些水晶养护或者是一些水光的部分。我做到水光的时候，院长那个磨皮那个结痂都掉了那个进程很快，我觉得它的修复也都很快，很好。还用那个一个什么 EMS 那个给你拉提，多开心
舒服。然后呢，我每次坐到那边，不好意思，我都有点睡着，所以有点忘记他旁边后面又做了多舒服的动作。做完以后呢，觉得自己非常的服务非常好，有 VIP 的服务。来给各位看一下哈，就是刚刚怡琳在讲说，我们做雷射以前一定会做监测。那各位可以看到右边，这是她原来的脸，一个40岁的30-40岁的女生脸上有这么多的晒斑哦。那你看到左边就可以看到这个表皮有晒斑，真皮有晒斑的样子。至少你可以看到它有纹路啊，所以当时我们接到它的案子，我们大概知道怎么做。那跟各位报告一下，那个医学是讲证据的啊，因为依靠证据我们才能又安全，然后又有效。那医学美容既然是医学，当然也要靠证据啊。所以我们怎么去用皮肤镜去决定雷射要不要打？比如说像这个案子哈，这些图我们之前都拿出来过，这是正常的皮肤，这是坏掉的皮肤。你可以发现它的表皮整个是很薄脆的，这种案子你就不可以做表皮的剥脱性的治疗，包括什么2氧化碳啊，然后二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像是那个深部的稍微加热，可是表皮要保护好的状态。那第二个来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表皮稍稍比较肥厚，虽然它纹路不漂亮啊，稍稍比较肥厚，那这时候它的表皮就可以稍微经过一些刮蹭。那因此你去做一些焕肤啊，或做一些那个雷射的稍微剥脱啊，那这个案子主要还是着重在它的深部的褪色啊，表皮的剥脱要少一些。如果你用肉眼看，我保证你看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要用皮肤镜看好。那如果再来到像这个案子，这个就是大家常常看到脸上有很多那个颗粒状凸起，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颗粒，这种就没什么好讲。这种最重要就是你表皮的剥脱要做好。一般的医师会去做果酸敷啊，做水杨酸啊，他做 A 酸啊，那或者稍微做雷射磨皮啊，做一些那个类似刮除的动作，在美容界叫去角质。那这些行为到底要做多重？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要拿出证据。像这种案子就是要做，那做完以后要做到什么程度？你事后也要再看好。那怎么证明我们做的是对或错？刚刚怡琳有在讲说事后有做水晶养护，那各位如果有听进去的话，你就知道一个雷射完水晶养护，你的皮肤就养得很好。这有点像那个我们在那个产妇生完孩子以后，我们给她坐月子的时候吃一些比较好的补品，那她的伤口、她的整个体力的恢复也比较好。那你可以看到她的皮肤一开始这样，就感觉到有一些颗粒啊塞住啊黏黏，然后打完以后，她的皮肤的表皮，你看这是第一次的打哈。然后打完以后，它的表皮就立刻剥掉，你就知道你剥到什么程度了。然后随着这个情况，它慢慢的皮肤就慢慢恢复，你看越来越剥哈。然后之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以后，你看哈，从这里慢慢剥落表皮，然后慢慢长到这里，你看它的纹路就会变好。就是说你可以发现它其实在6到7天内，你不用担心雷射越打越薄，你也不用担心打了以后它的发炎很厉害，因为你的皮肤养护的很好，它就可以做得很好。这就回到刚刚怡琳在解释的那一段哈，就是你看哦，这是它原来的色素啊，我们看到这里一块一块，然后打完以后这样子过来哈，然后这个开始有一些白白奇怪的东西涌进来以后，然后再从这里拉过来，你会发现它的色素不见了。换句话说，它的色素不见了，它的红也不见了。我们在6、7天、10天内的雷射疗程里头，我们既处理它的问题，我们又保护它的皮肤，而且我们甚至还让它的皮肤更茁壮哈。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一片在讲说532可以除斑，然后1064可以强身健体，用的就是这个理论哈。那怡琳走完这一段，你有什么要对后来人讲你的心得？这样，我觉得每个人听到要那么密集的打雷射，都觉得说啊会不会炸掉啊什么的。我也把这个雷射的方式跟我朋友讲，每个人都跟我说，你那么密集打，到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啊？然后呢，通常不是到1、2个礼拜才能打一次啊？会不会反黑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可是真的，我整个走下来越来越漂亮，然后呢也都没有什么状况。而且重点是，你知道院长，我有一次啊遇到1个礼拜没见的朋友而已哦，他跟我说，你1个礼拜没见了，怎么皮肤整个变亮？真的，雷射身亡，跟皮肤松亡。谢谢院长让我这样子。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先做肌肤监测，确定你的皮肤能不能做，能做的接下来要怎么做，因为它的不同的皮肤有不同的对待方式，然后之后我们怎么去照顾不同的对待方式，也有不同的术后照顾。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7天后它的皮肤从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对吧？
所以就刚刚怡琳讲说，他的朋友觉得1个礼拜很惊艳，对啊，对啊，1个礼拜很惊艳，因为皮肤可以变白变细嘛。然后借由正确的照顾，我们又回到这里哈，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皮肤从这样子其实有点吞吞脏脏的，然后一路拉过来，然后整个就剥皮了一层，所以变亮亮的。然后剥皮以后，你这个看到这个剥皮慢慢又长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纹路是长漂亮的。然后它的斑，深部的斑哈，从这样子对吧哈，然后拉到最后没有斑。哦啊，为了怕你们没有看出来，再把第一张跟最后一张给你们看。你看这张臀臀的，到最后反而是有纹路的。打完雷射以后，它的皮肤反而变饱满的，变有纹路的。这就是强身健体的效果。它不只是雷射，它还有术后的水晶养肤，它有一整套的设计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书界小的是比较啰嗦的 ending 啊。那个怡琳有没有要再跟大家吩咐的事情这样？重点就是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哦。这个真是阿莎莉这样，非常谢谢嘿。谢谢院长，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舒肤基业小教室。